Hello， 我是 James。这支影片应该是过年前的最后一支影片啦，随便跟大家聊聊这几年我掉入的坑，好大的坑。这个要从2020年8月，我掉入露营这项该死的活动，越掉越深，越买越多。每次露营搭帐再搭帐，我经历了失收，一些鸟事。我真的受够了，我要买露营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。事故账介绍我买这台亲戚的车 T4 VR6， 上网找上阿豪帮我改装露营车，完成后我终于不用再搭帐了，可以享受轻松露营。不久问题就开始出现了，首先是电力系统出问题，导致各种场所的掉卡，车子陆续出问题，然后还给我冒烟。在我最无助的时刻，有位粉丝叫伟成主动约我在他的甩尾场车路，同时也约了露营车改装厂的小高师傅。我的露露号终于有家了。后来我加入了频道新企划，露营车数位游牧，但发现露露号好像不具备野营能力。今天来找小高，告知我的改装想法。而且这些细项我们对细项到时候，因为其实就是整个，我先把材料备起来吧。与伟成小高见面多了，我3不5时就往车厂跑，感觉这个地方是我的露露号的家，我是露露的主人，所以我也把这里当家了。我还主动想学一些技术，帮忙固定太阳能板，还安装了车内木板。我跟小高去另一个厂搬铁架回来，看着他们把木板安装上去铁架，我还观看小高 DIY 座椅的无缝钢管支架。这一天我吸收了不少新知识。剩这一台完成，任务结束。等一下要装这个太阳能板上去，今天就来观摩。头爸，猴爸遛3只小猴也来装这个灯，甩工换便当，赚到。今天小高跟我提到，现在愿意学露营车改装的年轻人不多了，他非常缺工，哪怕零经验的肯来，他都愿意教了。这门技术能够学会，真的很棒。在台湾改装露营车的需求源源不绝，修改或维修的露营车更多，像我就是一个啦。如果有兴趣、肯学又善良的人，可以主动联系小高师傅。OK， 我要离开小高这边了。今天我要去板桥的新月桥停车场睡觉，因为我明天要去修这个。后面的环景坏掉了，我的是飞鸟 CarPlay 那家汽车音响店在板桥，直接杀到板桥，因为晚上不会塞车，比较好开。哇，你看，现在我都完全不知道后面离多近。你看是黑的，到了。这个地方叫什么？新月桥停车场，停在胸港哎，因为出口在那边，所以大家都会希望停离出口越近越好。我要的是越隐秘、越隐私越好。今天拍了很多素材，然后再来的路上一直上传。我快到的10分钟才导入到我的电脑里面，然后到目的地的时候就可以编辑。不过今天晚上没有想要编辑的感觉。今天晚上啊，打会游戏吧。对，打会游戏。有时候还是得放轻松啊，不要把自己排得太满，全都是工作。我觉得这样子会影响我愉快的心情。数位游牧，如果要全新的工作，那在家里就好了。那在外面呢，尽量的就是达到一个平衡。我已经好几年没玩游戏了。我因为制片的关系用的是苹果电脑，所以我只能玩少数的游戏。这是一款类似 CS 枪战的游戏。我发觉我的手指已经跟不上我的脑袋了。我的床都铺好了，但狗鬼都也在困了。一起死了。Whoa, got you! 秘了一角。哦！哇！
哇哦！啊！很老的游戏，不过 I like it。热门键都忘记了，like 到。完了啊！这么快啊？个大戏去杀这个啊！来了！靠险！第2季鱿鱼游戏 ，Jason， 他要怎么找他？他要拿美工刀把整个组织干掉了。哦，追踪器啊！紧张。老实说，我好久没有允许自己这么放松了。我的生活中不是制片就是拍片，我应该多安排像这样的休闲时间。好啦，没来困了。裤子要脱了。哇，拜拜口，明仔再清。咻欸 ，OK。我昨天约10点修后面的镜头坏掉了。那你把车开进来好了。更换后面镜头的时候，才发现当初阿豪居然没有帮我贴隔热，到险！在校正环境，后面的镜头换掉，5000块喷掉。没有这颗镜头不会开车了。这次数位游牧临时家里有事，我回家了一趟再出发。跟各位讲，我最近又入坑了一样东西。上次数位游牧尝到沙姆的鲜甜，我说过也想要给小孩尝尝看。为了兑现承诺，我带七小去竹围渔港买沙姆，顺带一只小龙虾回去煮粥。小孩说最喜欢吃海鲜了，看他们吃得满足的样，我的脑袋开始有画面了。我要达到海鲜之友。下次爸爸再去钓啊！下次爸爸给你们钓一条大的鱼，好不好？ Let's go。这一趟数位游牧是为了练习钓鱼，所以我二话不说往基隆的方向开过去，停在碧沙渔港的公共停车场，先住1个晚上，再来研究去哪里钓鱼。今天约伟成，他说我去哪边数位，跟他讲一下，他有空就过来。Hello， 你自己吗？对啊，老婆小孩没跟，这车1个人真的是溯溪呀。OK， 睡觉了。这2天就是钓鱼，看能不能抓到大鱼。Jesus。起床了。伟成，啊，那个船很豪华哎，上面还可以泡澡。一大早，我们慢慢收拾好。我跟伟成一致认为这边的海的颜色有点偏蓝绿色。原来台湾也很美，就在想碧沙渔港一定有可以钓鱼的地方。我用空拍机去探索一下钓点，看到这边出海口有人在钓鱼，我们就过去看看。港内还蛮舒适的，但问了一下，没有人钓到鱼。港外呢，以我的杆子长度，要下到下面去才能钓。他们这种都是18尺的远抛竿，才有办法在这钓。这边满地都是鱼饵、虾子，实在是臭的受不了，我们就换地方了。然后这边走进去就是早餐店，弄到人社区来对假扎等，就真的随便找的。对啊。吃早餐的同时，我就在找哪里适合路亚钓法。简单说一下什么是路亚钓法。经过上次我用沉底钓法后啊，我每勾一次饵就洗一次手，真的很麻烦。我不想要把球，我就又去台湾爱钓鱼店改路亚钓法。路亚也就是假饵，把假饵抛出去，利用杆子的晃动，让假饵游回来，再收竿，再抛出去，就这样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你钓到鱼。有时候可以加快收线的速度，让鱼儿好像在逃窜的感觉吸引大鱼注意，或者你也可以让鱼饵操纵的像病恹恹的样子。
再不能，你也可以让鱼饵在水中跳阿帕兹。伟成打电话问朋友哪里适合路亚钓法，他说台湾岸边几乎都已经没有鱼了，真要钓大鱼要包船出去钓，如果要在岸上矶钓，一定要穿救生衣。这次又没有带救生衣，我们只能选择在港内钓。伟成带我来很深奥的渔港，深澳渔港。带你去看前面而已，前面左手边那个位置给你。哇，这只狗，小狗狗，别给我搞掉啊！它还不走是怎样？你个八姐这公狗，个皮外轮胎，是要给我尿尿是不是？到了，下去观察一下。这个有鱼，有啊，你啊，你啊，哇！哦，下面有看得到，你看冇一顶有了不？有大的吗？是爸爸给你们钓一条大大的鱼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消波块，这很容易掉队。准备一下。这个帽子也为了钓鱼去买的。对，防晒啊。我看到风平浪静，打算在消波块上抛路亚，就被海巡署的来驱赶。没有救生衣，尽量不要下去，因为这样很危险。好。这么近，第一次丢路亚，完全零手感。收线时马上担心勾到消波块，于是我换到内侧先练习一下。我轻轻的一抛，抛到对面去了。我轻轻抛的呢。哇，你一看就知道不行。够鲜。过来。哎呦，我给他找。我轻轻抛的呢。我换了40克的铁板，想看看假饵是怎么游的。对啊，他害怕我的饵是怎样？他这个怎么没有像在游泳的感觉？有吗？有在游吗？有啊，这样左右的。它就是要有一点距离，然后你才可以敢浪。你没距离，一浪就回来了。鱼都被吓跑了。这个饵比鱼还大只。我就随便轻轻一抛，就又差点抛到对面去了。到哪了？哦，对啊，我这样子轻轻的呢，就差点又到对面了。我们换另一个地方钓，这里是阴阳海的水南洞渔港，有鱼还蛮大只的它钓到了。这边钓路亚钓得到吗？钓路亚哦，路亚一般是抛外面那边灯塔那边，那个上面那个，那往外面抛，那都是沙地。哦，那边你可以抛路亚啊，这里面没有什么路亚鱼好给你摇了。里面都钓这个。那乌鱼。乌鱼啊。澳门。销多少价？澳门顶而已。哦。听说这里是专门钓乌鱼的渔港，他们说海流会往这里进鱼，鱼都会集中在这个位置，但没有当地发明的钓法，也钓不到乌鱼。首先要先准备18尺的远头竿，接下来无重浮标，然后诱饵笼里面放小虾米，在水中小虾米就会慢慢的掉落。底下8连钩，最底下是铅。乌鱼呢，开心吃着掉落的小虾米，吃着不小心吃到鱼饵，哇，就钓到了。也是因为这样，听说这里的鱼种都被宠坏了，没味道的鱼饵都没兴趣吃。于是我们到附近的钓鱼店去看看。我们想在那边钓，对，是我们是新手，完全没经验。用这种卷线器的话，你们要准备的东西有很多。入门款你们可以用手竿，然后有那种配好的浮标整组，你就绑上去就可以丢，钩饵就可以丢。好，我要一组那个。好。伟成直接入手一支15尺的手竿，吓我一跳。手竿就是没有卷线器的普通钓竿，而我买了个浮标，用路亚竿钓浮标。7买的物资，轨迹啊，啤酒啊。很久没那么兴奋。我女有个来啊，然后一来就看到人家就中鱼了，哇，这个叫什么乌鱼？哇，这叫个棒会哇！伟成第一竿二话不说就给牵出去啊！
这里根本就钓不到鱼，一直听到那边在种乌鱼，我们这一排没人种过鱼，我们总共换了3个地方，也都钓不到。这时看到海里浮着一具尸体，又吓了我一跳，真的很恐怖。伟成，那什么啊？浮的那什么？啊，在人呐、啊，是人吗？对啊，这么晚在浮潜，下面有鱼吗？比较没有。你要钓鱼的话，要到金鱼尾巴那一边，另外一边哦。那个金鱼尾巴，然后从上面往下面钓才比较有那个灯啊、花枝，然后还有那个比目鱼。啊，你要去哪？我去前面。啊，你是在浮潜还是在做什么？重装。重装是什么意思？重装备飞行艇。哦，汽艇啊，所以你下去也是打渔获。主要捞热带。热带啊？对啊。他就这样子游出去，哎，好屌哦！刚刚那个人就在海里面，就一个人在那边浮潜，在寻找渔获。我还是听不懂，只听到他说重装气筒捞热带。有知道的观众底下留言帮我解惑一下。明天早上再来钓，我钓竿啊、臭臭的物件放顶管啊。我就在想怎么把里面的乌鱼钓上来，是不是明天去抢钓乌鱼的点？没错，就是这么办。于是我设了闹钟，设在半夜3点半，为了占那个乌鱼钓点，今晚一定要早点睡。玩的这一款是 Body Cam， 然后有这个警报声，代表上司要来了。哈！哈 ！My God！ 完了，没子弹。我真的是半夜3点半起来站位，用的是虾味练饵。如果要沾手呢，练饵我可以接受。所以我的浮标在那，是昨天观众送的，叫祸水，这样子，牵蕊，来，牵过去，准。不到5点就来一个阿伯，搞炸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虾子吗？对啊，虾味的。要到那边去才有。真的吗？海口进海口那最多了。我特地住这，就是为了抢这个乌鱼点。他既然想办法驱赶我离开，我开始提高警觉了。我钓一下，我刚到。这重量不够。你们都几点来？最近讲来就来了。那边会先很多人来了，这一边站满满。说你要叫那边，你就要赶快进海口，鱼就先从那边进来的。对。他进来才轮到这边啊。我又嗅到他想诱拐我去昨天钓的地方，又要赶我走了。老贝贝还帮我调整浮标深度，我慢慢卸下心防了。结果他来一句：“不用漂了，会勾到人家竿。”这句话成功的驱赶我了。我的浮标太轻了，我有发现容易随着水流飘来飘去，这很有可能去缠绕到别人的线。而且我这种钓法效率不高，又霸占了一个位置，我感觉也不太合适。那我先过去了。我们要决定好哦。好。打死哦。没有，我钓具确实不对了。于是我就移位置了。看出去。这么近。我从半夜4点开始钓到上午10点，盯着浮标看了6个小时。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我好像不适合浮标钓法，对我来说有点无聊。将来我还是改回路亚钓法。如果有人愿意带我玩路亚，那真的是太棒了。可以的话，请加我的 LINE 告知一下。我决定抛出最后一竿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没想到我钓到这个最后的拉竿。等它有下沉我就拿，没有一次中。哦，下沉了，
再一次，像这么做。哦，中！这是中啊，掉队。为什么会掉队？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我女儿可能咬不动，我用真饵钓到一个假饵。这个也是路亚的一种，叫木虾，专门钓软丝的钓法。我嫌它臭臭的就丢掉了。这边特别浅，之后再挑战，上网多学习一下。还有。这次影片就这样，马上过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小朋友放寒假期间就不制片了，预计2月9号再正常上片了。好了，拜拜！我真的是为艺术牺牲，这个片段花了我4个小时。